我是徐 YouTuber 鲁罗罗。这次要带来的是到期中场 BOSS 女士的讨伐攻略。虽然影片做的比较慢，还是非常感谢在等罗罗攻略的你们，真的超感动的。相信已经有攻略成功过女士的肉肉们，也可以了解到，虽然比起以往的 BOSS 女士的花招和变化很多，但其实整体的难度不难。其实罗罗觉得比较难的是无伤通关这一点，一不小心试了一下，整个游戏变成黑暗灵魂。不过也因为这样，在稍后的影片中也会详细带来女士的各个超市拆解与建议的应对技巧哦。同时也会补充一个关于女士的隐藏成就。影片开始前，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罗罗的频道的话，记得先订阅一下哦。女士和公子一样，都有切换形态和洗眼的能力，主要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冰元素，第二阶段为火元素，中间还会经历过一段类似冰块的茧的过渡期，需要透过破盾来进入到第2阶段。破盾的时候可以用火元素最有效，或是透过场地上随机出现的红莲蛾来加速破盾。而第1阶段和第2阶段都会因为场地环境的要素，让自己身上累积寒冷值和炽热值。若是吃到女士的技能，也会增加其累积的数值。当数值满之后，就会开始无视护盾的持续扣血。同时，女士的部分技能也会在地上留下极寒和灼伤的地面，只要踩到也会有小额的扣血。这时候就要特别注意场地的4个角落会有双气眼和炎之星的结晶，只要打掉这些结晶，就可以立即消除身上累积的寒冷值和炽热值，同时也会消除该角落的地上所有的极寒和灼烧领域，就能有更多的闪避空间。而如果没有打破结晶，站在附近也可以让寒冷值和炽热值慢慢的降低。如果4个结晶都打完的话，也会持续1个的刷新，因此也不用怕4个打完后就没得用，所以可以看情况好好运用场地上的结晶哦。队伍阵容建议的部分，最好带有主 C 加副 C 加辅助加奶妈的阵容进场。主 C 和副 C 建议可以带能够打高爆发，或是能够相互搭配出高额元素反应伤害的角色。女士是一个越拖时间越难打的 BOSS， 因此能够带强力输出的角色最好。若是玩法师角色为主力的话，要注意站在结晶旁普攻时，攻击有可能会追踪打在结晶上，因此最好带近战角色或是弓箭输出的角色。带近战角色的话，就会建议搭配护盾角，避免一些近身伤害。而虽然女士有冰和火元素的阶段，但真的要带冰或火元素的主 C 也不会免疫，像是神里莲华也是可以打冰元素阶段的女士。辅助角像是风元素的万叶、炎元素的钟离都很不错，而奶妈也是一个重点。由于很难不吃到伤害，并且有无视护盾的扣血伤害，因此建议带回血食物或是奶妈进场哦。女士第1阶段开场的技能一定是冰锥加冰刺的2连击，第1级会是向前发射的冰锥，而后接会追踪角色位置的冰刺攻击，因此开场就可以先来个一左一右的闪避来躲这个2连击。建议开场跟女士之间的位置不要太远，因为追踪冰刺的攻击距离蛮长的，跑太远闪避的话，1来不好闪，2来要跑回来中间也会花点时间。这个技能不会让场地留下极寒地面。女士会向角色所在的位置甩出3朵冰花，冰花刚接触到角色时不会有伤害，但是过一段时间后会爆炸，造成小范围伤害，可以在爆炸前远离冰花即可。由于这个冰花爆炸后会在地面留下极寒领域，因此也可以引导 BOSS 把冰花技能放到自己接下来不太会走到的地方，像是场中央等等。女士会召唤大量的冰锥，并根据玩家所在位置将箭雨发射下来。这个技能的范围会稍微比预定的影响范围要再大一些，主要是因为旁边的冰雾也会给角色带来伤害，因此看到地上出现一道箭雨要下来的特效时，要稍微离特效所在的范围再远一点，才不会受到伤害。并且这个技能也是会在地面留下极寒领域，因此也可以尽量引导到自己接下来比较不容易走到的位置。这招技能发动前，女士的背后会出现5枚冰箭，这个冰箭会追踪角色的位置，一发一发射过来，追踪的能力非常准确，就算要抓准节奏闪避的话，也不太容易完全闪过，因此也可以放障碍物挡伤害，像是岩脊、光星、拳击品等等的，更甚至是自己身上套上护盾。不过冰箭的伤害不算太高，比较偏骚扰，并且也不会在地面留下极寒领域。女士会召唤一个大型的冰锥，会追踪角色所在位置，并且蓄力大约1到2秒后刺入地面，造成范围伤害之外，再过2秒左右，冰锥还会再爆炸，再造成1次范围伤害，并且所影响的范围也会留下极寒地面。当冰锥在半空中蓄力时，可以抓准时机，在落下的瞬间冲刺闪避，之后再远离冰锥的所在位置，避免被冰爆波及到。女士一般在冰元素状态的时候都会在场地中央，但偶尔会突然消失，并且瞬间出现在角色身边，之后会在女士的周围产生一个冰元素范围伤害。当看到女士瞬移过来时，要尽快离她远一点即可。
爆炸完后，这个技能不会留下极寒领域。若是将女士血量打到剩下约20%时，女士会回到场中央，并将自己包裹在一个大冰块中，同时产生一个冰元素的护盾，需要透过元素反应破盾。虽然火破冰最快，但最快破盾的方式是需要透过搜集场中央随机位置飞出的红莲蛾，抓取后再透过任意普攻或技能攻击冰茧，就能一次消掉约1/4的护盾。如果使用火元素角色搭配红莲蛾就会更快，而在这个阶段时，寒冷值的累积速度会增加，因此要特别注意自己身上的寒冷值。虽然女士处于冰茧的期间，中间也会发射9枚的冰刺来攻击玩家，这招也十分不好闪。建议可以和第一阶段一样，用障碍物阻挡或是套护盾来抵挡伤害。这个技能不会留下极寒地面。除了追踪冰刺外，场地内也会有随机掉落的冰花会攻击，冰花掉落到地面后一段时间也会爆炸，并留下极寒地面。若是有一个角落的极寒地面太多，影响到自己的站位，就要尽快将双之眼结晶打掉，清出空间。当护盾值全部清空，女士就会破冰而出，并且转化为火元素形态。同时在技能方面也变得更加躁动。女士自身周围会自带灼烧地面，踩到的话会扣血，要特别注意。而且这个阶段的女士最好能够越快结束越好，拖越久对自己会越不利。第二阶段开场时一定是接女士的边级，看看你这小王八蛋，准备好受死了吗？若是离女士稍微有一点距离的话，第一下皮鞭会是直向的鞭打下来，有时候鞭打会有2连击，要注意有没有高举挥鞭的预备动作。而若是在女士身边附近的话，则女士会以横向的鞭击来挥鞭，可以往左或往右冲刺到女士背后来闪避。这个鞭击预计会挥个4到5下，挥完不会留下燃烧地面。女士会稍微蓄力后放出一只会追踪的大型红莲蛾，红莲蛾追踪的距离很长，只要被抓上就会受到火元素范围伤害。可以在快要被红莲蛾碰到的时候，往它来的反方向冲刺躲它。但由于红莲蛾很会追，和跟着你从高雄回到台北的恐怖情人等级有点差不多，因此要特别留意红莲蛾有没有持续在身后追踪。女士会在头上将鞭子甩一圈后，用力的往地面甩鞭，地面上会出现3道烈火，可以在看到预判动作前提前往左右两侧闪避，或是在距离远一点的地方看准3道烈火冲过来的时候，会有小的扇形空隙，可以站在里面不受伤。这个技能结束后会在地面留下灼烧地面，女士会朝身体中心蓄力，接着会在身前的小范围发射出多个火雨，会造成小范围火元素伤害，只要往外闪避就不会被波及到。这个技能释放完会在地面上留下灼烧地面。通常近身火箭完会接的就是炽热风暴，女士会朝角色所在的方向挥舞翅膀，发射灼热的气团风暴过来。虽然可以在看到风暴过来时往左或往右闪避，但风暴经过之处都会留下灼烧地面，就会有很大一片面积都产生灼烧地面。若是看到女士瞬移到场地边缘，并且将翅膀包覆自己的时候，通常就是要接大陨石的技能了。在女士瞬移到场地边缘时，可以尽快将附近的岩之星打掉，清出空间，或是跟着女士到她身旁跟着贴墙，在她放陨石时会有一大段空档可以进行输出，陨石所砸落的位置也会留下灼烧地面。女士会遁地追踪角色所在位置，冲一小段距离过来，接着在角色附近出现，一路上会留下灼烧地面。女士遁地出现时会对玩家造成小范围的火元素伤害，有点类似莫娜的遁地。只要看到女士遁地后，就可以开始准备往其他方向闪避，或是引导到岩之星附近，让女士出现后再将岩之星打掉，就可以同时做一个清除灼烧地面和炽热值的动作。这招是女士在第2阶段最难缠的技能，只要第2阶段打的时间稍长，或是女士血量剩下25%时就会释放。女士会化作火龙卷风，在场地四处乱窜，经过的路径都会留下灼烧地面，并且这过程任何技能都无法对她造成伤害，只能等她转完。过程中也会有4个小火龙卷风跟着在场地四处游走，小火龙卷的路径不会留下灼烧地面，但若是自己的空间不多的话，还是得看情况把岩之星打掉。若炽热值还没有太多的话，可以尽量站在岩之星附近，降低自己的炽热值，并且在女士转完前让岩之星留下一点点血量。因为当女士结束火龙卷状态时，角色身上的炽热值会瞬间填满，所以在火龙卷状态一结束后，就可以打掉刚刚只留下一点点血量的岩之星，马上清除自己的炽热值。接下来这边就用温迪来报蒙德时的仇，开场先左右闪避女士的追刺2连击，再来出现女士飞花，这招之后也很容易再接冰锥借雨的技能，可以同时引到待会不大会走到的位置，并且靠近双之眼来降低自己的寒冷值，中间有空档时机就抓准输出，而后出现巨型冰锥的蓄力后准备冲刺闪避，而通常4招过后就会再接一次追刺2连击，接下来就把女士血量打到是20%，等她进入冰解阶段。这边破盾的部分带上了2个火属角色凑双火共鸣，同时安火和香菱的1技能都是可以脱手破盾的，搭
配按摩 Q 技能可以加快破盾的速度，一边靠近双剑眼观察红莲儿的位置，一边有空使用安佛蓄力射击加速破盾。第2阶段开场女王编辑，一边闪现一边输出。女士会编辑4到5下，越靠近女士就越容易让她使出简单好闪的编辑，一边要观察自己的炽热值，等女士血量到大约60%左右时，她会瞬移到场边。若是这时距离她位置够近，她会再使出编辑。然而这边我们的位置离她有点远，因此她召唤出追踪红莲儿，以为已经跑了2个炎之星，该放弃了吧？没想到可谓恐怖情人的红莲儿还是烧到温迪的披风。而后女士开始蓄力，正式准备使出近身火雨的招式，虽然攻击不到，但下一招一定是炽热风暴，准备转移到安全的区域并设法消除炽热值。而这时女士正好瞬移到场边，也开始用翅膀包裹自己，这是要使用大雨时的征兆。这时就能够贴墙对女士大肆输出，将女士打到血量25%以下后，女士就会回到场中央施2大绝烈焰龙卷，小心靠在炎之星旁边并闪躲从不同方向来的火龙卷，同时也抓空档将炎之星血量打到剩下一点点。虽然不小心被烧到了，但还好血量还够。等女士一回到场中心时，赶快打掉炎之星，消除身上瞬间点满的炽热值。最后女士竟然来个地火编辑，来不及跑远，不小心被鞭到，但还好最后血量还够，赶快打一打收工。以上就是关于女士单人讨伐的攻略，总算是成功用温迪报了仇。下次有机会再来更漂亮的无伤挑战吧。其实攻略女士的角色和公子一样，可以用很多种不同的角色，最主要的就是注意寒冷值和炽热值而已，避免血量扣得太快。而若是理解 BOSS 的机制，还有运用场地结晶和闪躲的技巧，也可以省去不少奶妈的工作。另外这边也补充关于女士的隐藏成就，只要在攻略过程中不要破坏任何的双气眼和炎之星，并且成功打败女士的话，就可以获得隐藏成就红莲冰河与红莲魔女。若是觉得困难，也可以透过多人联机的方式挑战，但这时候就需要一个强力奶妈，建议是77、星海、芭芭拉之类可以持续给队伍回血的奶妈角色。那么希望各位肉肉们都可以轻松攻略和拿到隐藏成就咯。那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底下留言，肉肉都一回复。觉得影片内容时候也欢迎分享给更多人知道。若是想支持肉肉的频道内容，也可以点击加入按钮来支持肉吧会员，并成为正式帮众。最后喜欢肉肉的影片，可以点击喜欢，给肉肉一个鼓励。目前每周六晚上也会固定直播游玩原神，每周一到晚上9点半更新影片。我是轩的 YouTuber 露露，我们下次见喽。